Hello，大家好，我是 Steven，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喽。那 Steven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次到大阪旅游的一个拍照经验哦。那说到大阪呢，我相信大阪对于许多朋友来说都是第一次到日本旅游的一个首选哦。那当然也是京都旅游的一个门户哦。那当然也包括了便宜物价、多样性的美食，以及好买好逛的心斋桥道顿崛商圈，以及环球影城等等哦，非常之令人趋之若鹜哦。那在开心的到大阪旅游之余哦，我相信许多喜欢拍照的朋友哦，都会那么的稍微纠结一下哦，或甚至彷徨的那么一点点哦，究竟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机器以及镜头哦，才能适合的去记录第一次去大阪这样多样性的一个行程的一个旅游拍摄记录哦。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哦。那如果要配合像 Steven 第一次到大阪旅游的一个行程内容哦，当然少不了的就是一个采买的行程哦。那再来就是一个大阪知名景点的一个朝圣的踩点哦。还有在环球影城的游乐园的一日游等等哦。这个部分的话 Steven 我是觉得准备的机器的选择是如上哦。第一个，优先携带体积轻巧、负重感又低的 APS-C 的无反相机哦，例如像 Nikon Z30 这种无电子观景窗、轻量化小体积的机器哦，或是 Nikon Z52代哦，这种有电子观景窗，然后性能与小体积兼具的一个机器的部分哦。那第二个，如果说有性能上与机顶资讯需求考量的朋友，则可以选择携带小体积的全片幅无反相机哦。那例如像 Nikon Z72 或是 Z63这样小体积全片幅的准专业机器哦。那在这边我顺带一提哦，如果有这种新一代的9种主体侦测对焦系统，能够加快拍摄效率的机器哦，都是一个可以优先考量的重点哦。那再来 Steven 我其实是比较着重在4570万画素外加想要更轻巧减少负重哦，因此我选择 Z72 的一个机器哦。第三个，镜头的选择上就相对简单哦，可以选择旅游镜来避免换镜头的一个麻烦，以及降低拍摄的一个效率哦。当然，除非有特殊的主题拍摄的例外哦。那例如像 APS-C 的机器哦，可以选择像 Z18140等效焦段27到210mm 的一个旅游镜哦。那在全片幅的机器则可以选择 Z 的24120mm f4 的一个镜头哦，中望远的旅游镜，来应付多重的主题哦，或是多样性的一个行程哦。在最后第四个哦，我们可以在排定的一个行程当中哦，再预先去评估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拍出漂亮照片的一个可行性哦。我们无需过度要求自己哦，张张都要拍得精彩哦，那就是来降低自己一个拍摄的一个压力哦。当然，除非你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主义者，则例外哦。那么现在我们就马上来看看 Steven 在关西空港、心斋桥、通天阁以及阿倍野360天空展望台的一个实拍照片吧。
其实在以上的拍摄攻略上面我们主要就是要把主题性给抓出来例如在关西空港的 Mark或是在心斋桥的河畔，以及跑跑人的一个必拍的景点或甚至在商店街的一个拉长焦段的一个场景或甚至在通天阁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要用超广角的部分来带出街景以及主题性那在于阿贝野360观景台的部分我们则是用超广角的一个景色以及拉长特写的部分的景色来带出一个变化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Steven 在环球影城以及大阪城、黑门市场，然后还有四天王寺的部分然后还有梅田的蓝天大厦所拍到的一个实际拍摄景点的照片那么在拍摄的攻略上面那环球影城的部分由于人潮非常的众多，加上又是游乐园因此在拍照的困难度上是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尽量会去挑选在美国村的部分或甚至哈利波特的世界会去做一个发挥，可能效果会相对比较好而在大阪城的部分Steven 我则是建议用比较多的一个不同角度的方向去做一个抓拍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写的一个建筑物外观的部分这样子在拍摄上面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在经过今天一系列的大阪旅游拍摄攻略的介绍之后其实 Steven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天王寺的部分由于占地非常的宽广加上拍摄的题材其实会没有那么好的发挥加上在距离我们地铁站的部分也都有段距离因此我觉得在拍摄的时间上会耗费的非常多因此在拍摄的效率我觉得 CP 值其实是非常的低因此 Steven 我这边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斟酌一下时间再安排看要不要去做一个前往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